最近因为疫情，很多大型的开发商都停止了开发的步伐。我之前也说过这个问题。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到，最近有不少的没有小区形式这些楼盘在造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一个算是泰国人会买的一种房型吧，就是这种单层的。之前我们有拍过一期，就是30万，差不多30万人民币的那个单层的别墅，其实它里面的格局都差不多，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，相对来说它的位置啊，要比那个要好很多，因为它离 SIBS， 包括像我们知名的嘎夫朗，还有很多人知道的木雕村，基本上只有几分钟的路程，所以说它的位置相对比较好，但是就是它是没有小区形式的，当然它的价格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，目前在售的只剩下好像2栋了，2栋还不是3栋，然后售价是239万泰铢。因为有很多的观众来跟我说，盖盖你可不可以拍一些比较便宜的？因为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，他们的预算要求也不同，所以说我也在一直找一些比较平民化的一些房子。当然啊，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，你不可能说我又要价格特别便宜，然后要有小区的，然后位置要特别好的，然后房子也特别大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之前我们也拍过一个默剧，里面也有说过这个问题。然后一般来说，这样的单层的房型是3房2卫，一般主卧带一个套间，然后2个客卧共用一个卫生间。大多数这样的单层的房型都是这样的布局，大同小异吧。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然后一进门就是一个客厅。这个客厅中规中矩吧，也不能说特别大，但是相对于这种小户型来说的话，这种客厅应该是够用了。然后我们从我右手边开始，然后这一间就是一个主卧，主卧和客卧的区别就是在于主卧是有一个套房，然后就是标准的台盆、马桶，这边淋浴，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线头，这个线头就是给你装淋浴器的。一般来说，交房标准里面是不带电器家电的。然后对着主卧的就是一个客卧，客卧就是单独的一间房间，它也没有卫生间。客卧其实就是方方正正的这样一间房间，也只能说够用吧。因为这个价位的房子来说，你不可能说特别宽敞、特别大，对吧？基本上就是够用。然后主卧和客卧出来后，这边就是另外一间客卧。这间客卧的面积其实跟隔壁那间客卧差不多，几乎一样。然后都是有2扇大窗。客卧的对面就是厨房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一般我们看房的时候，它厨房里面是空的，但是这一个楼盘里面，它的厨房里面是已经做好灶台了。我一般还是建议在外面烧吧，就是里面的油烟会比较厉害。然后厨房里面还有一扇门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卫生间。然后这个卫生间跟刚才主卧的卫生间其实面积是差不多的，还是3样：台盆、马桶、淋浴。一般来说，清迈别墅的厨房里面都会有一个后门，然后这个后门一般会通向自己的后花园，这边是一样。那这边我感觉这里有一小块，但是上面是有屋檐的地方，我感觉这边是可以放一个洗衣机，做一个洗衣房，因为它有插座，然后上水下水这边也都有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放洗衣机的地方。后面有一个面积不算太大的一个小花园吧，但这一块我感觉就是种菜挺好的，大家种点蔬菜啊什么，就像我们家现在吃的很多菜啊都是自己种的嘛。一个也不是说真的是为了省多少钱，一个是乐趣，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吃的放心。但这边其实也没什么不放心的，所以这边我感觉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迷你菜园，在自己后花园也不影响美观。其实这样的小房型我们一眼就能看完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很多人说，239万泰铢，我为什么不去买一些联排啊，可能2层啊，面积更大一点。其实这样的房型就适合一些手上经济没那么宽裕，然后又想要有独立的 single house， 就是独立的房子。因为一般来说，如果联排的话，你跟隔壁是共用一堵墙，
说实话，有时候隔音也不是会太好，然后你也没有独立的花园。哎，这个是有独立花园，你可以养宠物啊，包括刚才我说的可以种点菜啊。其实这边的周围的面积其实还不小，这个房子其实它占地并不算太小，有51挖的话，差不多就是204平米占地。然后房屋的面积是140平米。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花园，刚才说了，整个占地有204平米，所以一般来说这边你种点树啊，或者做点小花园啊，放点桌子啊，喝下午茶，也是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空间的。当然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好处啊，因为它没有小区，你就不需要交物业费，所以基本上你买下来以后，除了外国人持有的一些，比如说公司啊，或者说各种方式吧，你各种方式持有的一些成本以外，你是不需要付物业费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他想跟泰国人住一起，这样的房子基本上买的都是泰国人，所以你的邻居也基本上都会是泰国人。因为像这样的房型，其实你在清迈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有。当然了，就是不同的地段、不同的位置、不同周围的配套，它的价格肯定也会不一样。所以这边相对来说位置要好一点，然后出行啊各方面也会很方便。哎，对了，很多人都会疑问，都说，哎，为什么清迈很多别墅都会有这个东西？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蓄水池，类似于一个水箱。但是有些房子你会看不到这样水箱，因为它不同的开发商它的做法不一样，有些是埋在地下的，有些是在上面的，所以水箱旁边都会有一个水泵。基本上你家龙头一开，这个水泵会打起来，把水给泵到家里面去。我觉得这样也好，就是每户人家有一个独立的这样水箱，万一脏啦什么，你自己随时可以清洗嘛，对吧？最后我觉得这样的房子适合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可能比如说老两口养老的啊，想过这种田园生活的，但是也不想太田园，就是生活便利方面啊也是有考量的话，其实这样的房子也挺适合的。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陪读的啊，或者说3口之家啊，手上也并不这么宽裕的，想过清迈这样悠闲的小生活的话，也可以考虑这样的房子。但是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，或者说像我一样，就是爱好比较多，要放很多车啊、很多玩的东西的话，可能你就要考虑大一点的房子，或者说你买2栋也可以，一栋专门玩，一栋就自己平时住，这也可以。哎，我觉得买2栋也不错啊。然后我说我要玩了，我就到隔壁去，然后吵架了也可以到隔壁去睡，对吧？然后这期的看房日记很简单。我觉得不同的房型、不同的楼盘都有自己相对的受众群体吧。然后我们下一期我们会带大家去，那个算什么地方？算散赛。因为我们很少去拍到北面的一些楼盘，下一期我们会到散赛去看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小区的楼盘。当然，它的价格要比这样的楼盘要稍微贵一点。然后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